我们现在调上藤黄、花青、猪标腌制，藤黄的比例呢要多一点，把猪标给它调进去。好，不要调的太多，太多的话那个颜色就比较的发暗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猪标是个实色，笔尖呢我们来蘸上胭脂。画上花萼，叶子，再蘸颜色。我们行笔的时候要看好，看你可以拐过来。哎，我们现在画叶子呢，就已经给它简化版了。这边呢，其实也有叶子的啊，我们可以这边上面来一个。啊，你画到这里它太平了，正好呢，上面这一点你给它啊就搭配起来了。然后这一起呢，我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下，如果说有这个。哎，哦，有这个淡颜色的话，还可以把这个花头啊再给它来衬一下。先把这些小株的旁边的这些小叶子，我们先给它来加一下再说。好，我们这时候要往右挪，还是要先把它的花萼给画出来。然后我们来确定一下它的姿态，从这个位置出比较合适。你看，往这边来了啊，往右过来，我们看看这个该如何来表现。过来，你看，哎，小叶片儿，让来点姿态，再往下压。是不是上边呢太平这一块啊？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叶片儿，看看啊，这个来拿毛笔向下拐过来，这个基础叶片我们先画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要不要再加。先把这一块叶子我们给它画好再说。也就是说，你把平时我们学的这个颜色学会之后啊，你就在下边呢要自由的来搭配。在这个课程里，如果说安排上4尺的，会特别的不好塞进去。况且他们的布局，咱们都刚才在课上已经讲了就尽量让他们错开，有聚散关系这个就可以。一定要学会灵活运用。再往这儿来把它的花萼，大花萼加一下。这个现在这个牡丹花冠的颜色已经是干了的颜色，所以说现在干了之后呢，颜色还是挺亮丽的。现在呢，再来画上几组叶子，这儿画上点淡叶片，
我还是每3片3片的出。快过来，你看，下压过来。这个是胭脂，胭脂色，勾一下叶基。好，我们再把这几个也是给它勾上。好，咱们呢现在需要种叶子，所以说我把花青给它调上去了。我调一些花青，我再来加一些墨汁，把墨汁给加上去。现在我们接着就来画叶子。这个加到哪里合适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会选择在这些淡叶子旁边呢，来给它加上几朵，加上几片叶子。我们现在就来在这儿画几下啊，你看，往下侧锋，这个时候你笔尖如果说有墨色，你呢就可以把这个花瓣儿它的形来给它修一下，把造型打出来。过来，叶片就这样画的话，它就显得比较的饱满。比较团的地方，再接着往外加，过来，感觉比较平的地方也是，好比说这一排它比较平，那么你呢就可以再给它加上几片叶子。加一下，把它的这种平行感呢给它打破一下。这一块我们加好之后呢，你就来看这一点和这一点，它这里面呢，像这种淡色的花冠呢，也是需要用叶子来衬的。那么我们就开始来调上这个颜色，再把这些地方给它处理一下。对，我们要用这个来加上墨来画啊。你看我们要把它衬，像这些缝隙的地方呢，都需要给它衬出来，把它的造型给它修出来啊。这个呢，画叶子就是为整个花冠做2次调整。这点儿也要填上去。
把它们呢连成一个整体。当然了，有些地方呢还需要我们先把这一块给它收拾了再说。你看这么一衬，这个花就越发的就亮了。向下过来，把这个造型也是我们这么一调，你看刚才比较方的地方了，慢慢就能够给它调整过来。稍稍的拐动一点。好，我们在这些夹缝处呢，也是需要把它填起来的。就是现在我们呢，就通过衬来把这些花瓣让它显得越发的亮。这个颜色都是已经干了的。看这些都算是叶子。然后这一块呢，我们也是围一下。好，这一块我们再来添上一笔，试试。又加了几个叶片，把这种平行感呢给它打破了一下。那接着我们就该往这一块这个淡花冠旁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要不要衬一下？朋友们都非常了解。当然了，这些浅叶子旁边呢，我们是需要来加这个重叶子的，所以说我们还接着再用刚才的颜色接着往下画。把这个造型给它打出来。这边像旁边这一块呢太平了，我们接着再往下来试一笔反方向，还是把这个花瓣来修一下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些叶茎来勾一下，把这些比较散的叶子给它连到一起去。现在我把镜头拉近，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，如何把这个叶茎给它表现出来。当然了，我们这个勾重叶子的时候是要把这个墨给它用上的。我们要用墨，我现在用的毛笔呢是咱们的点蕊笔，点蕊的毛笔。现在呢，让它们这个叶片都找到组织。
把这些比较散的叶子呀，都给它归拢到一起去。这里呢也要给它勾上去。这个淡叶子呢，你可以用点三绿，一定要淡啊，来一点花青也行。笔尖加一点胭脂。我们现在呀，再接着啊，把这个叶片啊来添一下。看看上面这一点需要衬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给它来加上比较淡的叶片，让它呀这个花头更亮一步。那么这个我们调好的颜色，现在来试一下。哎，这个叶片的感觉，啊，颜色重不重？啊，合适不合适？啊，来趁这事儿正好，也要把这个牡丹花冠的造型啊，给它围一下，外围花瓣的造型。对，我们就这样一来，然后你要是嫌这个颜色重了，你还可以再去加点水，再稀释一下，让它颜色呀再淡一点。好，我们接着再来啊，这个地方加几片，这个地方可以加几片，3片3片的加。我们画叶子还是啊，需要3片3片的加。看这些地方都围一下，一围啊，整个牡丹花冠呢，这就显得亮。但是你围起来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一点有点圆呢。那我们是不是就去给它破一下呢？所以说你再去调一点颜色，啊，淡淡的，在旁边啊。我们是可以再给它，好比说加上几个叶片啊，是可以的。你看这儿，哎，单独的加上一点叶片，就把它舒展开了。啊，下面我们再往这边来，还是该衬的就需要来衬一下。毛笔一定要向下压，让别太过于细小。啊，就这样一衬，它起的作用就很大。然后这个牡丹花，它的花瓣啊也就亮起来了啊。所以说我们常说的互影互衬这个道理啊，就是现在我们想来表现的，它们相互衬托，然后会让这个对方啊就越发的亮眼，叶子也亮，花冠也亮。这一点还是要围起来一点，不要让它太平。下面这一点呢，我们还是
加，再加上一组叶子，啊，打破一下这个整体它的平行感。接着呢，我们往右看看这一朵，我们把这2朵牡丹呢装饰起来，然后呢，让它们之间呢就这么一连就可以了。这个淡色的牡丹花呢，也是需要用叶子来衬。我们现在就开始用点淡色，还是藤黄要多一些。我们画点嫩叶子。先来画个花萼。把叶子提前画出来，上面我们可以来，往下压，加几片小的叶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现在这个整体效果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，这个右边。要不要来加一下？下边要不要加重叶子？我感觉还是先把重叶子加了之后，我们再根据情况再做决定。所以说呢，我现在又来调上颜色。我来加花青，然后呢，再来加墨汁。好，往下划叶子，这个叶子的形状，这个叶子还要给这花瓣的形给它打出来。再蘸这个墨色，对，我们再来把这个叶子再来画一次，让它们呢经过这么一衬。花冠也亮了，叶子也亮了。是不是？把这些小叶片来衬托一下。当然，这一点如果说你想凸的话，我们再来蘸点叶子，在这个地方再来加上几片叶。可以斜过来，叶片加上去，把这个叶尖勾一下。不能到它干的时候再勾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叶子画好了之后，再挪到这里面，我们来把老干来画一下。老干来加点赭石，可以加点墨汁。
一定画的时候一定要顿笔，把这个笔顿起来啊，一定要走一下停一下，然后穿插枝也要注意一下。过来，你看，走，穿插枝啊，不要来的太细，太细的话，这个枝干呢就显得就没有力量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接着啊，再往这边走，让它有一定的弧度、倾斜度。反方向的，我们接着来画弧啊，走，蜜蜂，蜜蜂运笔，过来，哎，再过去，走一下，停一下。一定要走一下，停一下，反方向的，反着方向的，这个杆子也要有穿插起来。就像这一点儿，我们呢就可以给它把这个老干收拾一下，水加点墨。老干看哪个地方，哎，收拾一下，让它显得粗壮有力。点起来，这运用到了我们常说的点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画大作品和小的其实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画面感比较大，比例收拾不好。这一点呢，我们也趁势来调点这个颜色，把它的嫩芽、包芽也是可以来点一下的，把它的包芽点一下。哎，别太小了，因为这牡丹多么粗壮啊，你给它点一小点儿，就不太协调。点，点几下啊，点起来。对，你这个一点呢，它就会把这个生命力给它表现出来。好，这一块呢收拾了之后，我们再往这边走，我们就需要把整个画面呢连起来。给它来一个穿插。